此时劫后余生的安家人正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，几个年轻孙辈因为受了不小的刺激，此时的状态都十分低迷，而大人们的情绪也都有些颓然。就在刚才费可欣手下在门外清理现场的时候，叶晨的3个舅舅一直在与老爷子剖析事情经过，期间大家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他们想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如此重大的漏洞，险些让整个安家万劫不复。一开始安凯峰怀疑叶晨的小姨父，也就是安悠悠的丈夫嫌疑最大，因为今晚所有人都到了现场，唯独他有事没来。毕竟是事关全家人生死的大事，所以安凯峰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避讳安悠悠。安兆南与二哥安凯峰性格相仿，平日里两人工作上合作也比较多，所以他也非常果断地表示支持二哥安凯峰的推测，觉得妹夫嫌疑最大。但是安悠悠却有不同意见，她觉得自己丈夫做这些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她与丈夫的独生女今日也在这里，丈夫平日对女儿非常疼爱，正所谓虎毒不食子，她如果真想对安家人动手，那至少不会让女儿也跟着过来。而且她觉得她的丈夫也没有足够的作案动机。如果说丈夫是为了钱，那他本身并不是安家资产的第1、第2甚至第3顺位继承人。就算安家人全死了，绝大多数的安家资产都将由活下来的孙辈继承，而她作为自己的丈夫，仅仅是自己那份遗产的合法继承人，仅能继承自己在安家的那一小部分利益，所以她如果这么做，更多的是为他人做嫁衣。除非他杀了今天在场的安家人之后，再把剩下的安家孙辈也一并杀掉。可是如果他真这么做，美国警方以及联邦调查局绝不可能坐视不管，毕竟整个家族的直系亲属全死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女婿出来继承家产，傻子都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所以丈夫也不可能做这么愚蠢的事情。安重秋以及老太太也不觉得安悠悠的丈夫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他们更怀疑这件事情说不定是顾秋怡这边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，是他们走漏了消息，引来了仇家。鉴于大家都各有意见，而现在又只能待在这个包厢内不能离开，所以安老爷子便制止了众人的猜测与讨论，并且要求他们在没有调查出确切结果之前，不许再就这件事产生争论。于是大家便纷纷陷入沉默。这时候袁子虚带着几名心腹敲了敲包厢的大门，随后推门走了进来。见袁子虚进来，安家人都立刻看向了他。原本他们以为是救命恩人来了，但灯光下的袁子虚与刚才那个救命恩人的身形并不相符。这时候袁子虚环视一周，主动开口问道：诸位，鉴于今晚的事情比较严重，所以还请诸位继续在这里耐心等待，等演出结束之后再离开这里。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需求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帮诸位解决。老爷子安启山这时候开口道：这位先生，不知能否让我打个电话，我想确认一下几个没来的孙子孙女是否安全。袁子虚认真道：不好意思老先生，暂时还不能让您和外界联系。说罢，他注意力紧盯着众人，开口道：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，现在请大家把个人的随身物品都交出来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，以排查这里的安全隐患。安重秋问道：都需要交哪些东西？所有东西。袁子虚这时候也不再绕弯子，直入正题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诸位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需要诸位上交所有个人物品，同时请男士靠左站立，女士靠右站立。
双手食指打开置于胸前，我们会安排同性别的人来对大家进行搜身检查。安老爷子听闻这话，皱眉问道：这位先生，你怀疑我们中间有内鬼？袁子虚拱了拱手，认真道：老先生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诸位必须配合，如有得罪还请见谅。安凯峰这时候有些不满地说道：这位先生，你无缘无故怀疑我们，甚至还要对我们进行搜身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别忘了，我们是受害者。另外，我看你也不像警察，谁给你搜身的权利？安凯峰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硬，攻击性也比较强，作为安家这一代的继承者，袁子虚强硬的态度让他本能的有些生理不适。袁子虚此时并没有给他任何好脸色，他冷冰冰地说道：不好意思，是刚才救你们命的人给了我这个权利。他说了，在座的诸位必须无条件配合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。一听说是刚才救命恩人吩咐，安凯峰的不悦立刻便烟消云散。刚才那一幕幕对他来说印象深刻，他亲眼看到那个站在门口的匪徒被不知道什么武器隔空斩断手脚，那一瞬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。所以当袁子虚提到救命恩人的时候，安凯峰心中的抵抗情绪立刻便不由自主的烟消云散，同时也一脸歉意的说道：既然是恩公的命令，那我们一定配合。说罢，为了表示诚意，主动将自己的手机、手表以及其他的个人物品都掏出来，放在了两排沙发中间的茶几上，随后人靠左站了起来，双手打开置于胸前。安老爷子紧随其后，一边掏出自己的东西，一边开口对其他人说道：既然是恩公吩咐，自然有其用意，大家不得有任何质疑，一定要好好配合。于是众人也都纷纷开始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东西。袁子虚谨遵叶晨的指示，注意力始终盯着每一个人手上的动作，以确保他们没有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搞其他的小动作。按照叶晨推测，如果屏蔽设备一直是某个安家成员带进来的，那他肯定不可能有机会把设备处理掉，大概率还是会悄悄带在身上，等离开的时候再找合适的机会处理掉。所以只要找得足够仔细，就一定能把屏蔽设备找出来。而且如果能直接从某个人的身上把设备找出来，那就更好不过了，那样就可以直接锁定嫌疑人的身份。袁子虚眼见众人都拿出了自己的东西，随后站到一侧，唯独一个女人低着头始终不动，于是便厉声说道：这位女士，请配合把个人物品拿出来。她旁边那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连忙伸手晃了晃她的胳膊，开口道：妈，就差你了，赶紧的呀。这个女人便是叶晨的三舅妈，三舅安兆南的老婆，而她身边晃动她胳膊的女孩，便是安兆南与他的大女儿，年仅16岁的安小雅。这时候袁子虚眉头忽然一皱，似乎捕捉到了什么不寻常的气息。紧接着叶晨的三舅妈便在安小雅的摇晃下顺势倒在了沙发上。此时的她脸色惨白至极，嘴角挂着白沫，眼珠子也瞪得极大，身体也已经开始僵硬，已然气绝身亡。